Hello，大家好，我是课代表。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平台记录并分享自己的生活，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借此去浏览其他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的生活最多就是晒自拍、晒风景、晒美食，我们平常也经常能够见到与之相类似的。那么，你见过有人晒零花钱的吗？而且一晒就是100万。是的，你没有听错，100万只不过是人家的零花钱。不出所料，这位晒100万零花钱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如此豪横呢？晒100万零花钱的这位是美少女圈的一位网红，名叫卵母细胞。别问课代表，课代表也没找到他起这么一个名字的原因。卵母细胞最开始是因为高颜值以及傲人的好身材而瞬间爆红，之后他就开始给网友出一些美妆教程之类的视频，目前在微博已经有266万的粉丝，也算是一个大博主了。而这位大博主的日常之一就是喜欢炫富，就像开头说的那样，卵母细胞用他的小号晒了一张银行流水截图，并配文：我妈说给我打零花钱了，转抽一位粉丝1000吧。那么他妈给了他多少零花钱呢？我们不妨来数一数，6个零，前面还带了一个1，整整100万竟然只是零花钱。不仅如此，卵母细胞之前还说他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月才只有1000块的零花钱。可能是课代表的语文学的不太好，只有这个词真的是这么用的吗？如此毫无人性，也难怪会有网友羡慕认他当妈了。随后他妈妈也转发了这条微博，还说他只抽1000块送粉丝太少了，让他抽大点。课代表不懂了，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乐趣吗？之后他妈妈随手拍了一处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庭院，说这地方的风景漂亮到说不出话来。评论里卵母细胞只评论了2个字：懂了。正当课代表疑惑他懂啥了的时候，看到粉丝的回复才明白，原来卵母细胞是要给他妈妈买下这座庭院。这就是有钱人买房子的方式吗？课代表甚至已经开始脑补霸道女总裁到处购置豪宅的大戏了。其实也不用脑补，因为卵母细胞已经帮我们把流程具体化了。有次朋友问他怎么跑到海口去了，他回复说买房。朋友好奇地问他，海口难道值得投资吗？人家则用十分随意的语气回复，主要是我妈妈喜欢海南，买一套送给她，没想过能升值。他的妈妈为了放家具，甚至专门为此买了套房，但关键是房子还没有家具贵。而卵母细胞和朋友讨论买房，就像是讨论打折的衣服一样随意。去卵母细胞的微博逛一圈，课代表甚至感觉自己都快要不认识钱了。他会一边喊着没钱开启贫穷模式，一边做着800块一次的美甲，然后顺便在评论区无意中透露银行卡支出了3.75万，说一句耳机掉了，她男朋友迅速打钱让她买副新的，还多出几十块。她帮她爸爸充1万，她爸爸会还她2万。跟朋友抱怨最近没钱了，朋友会立马转账1万块钱让她随便花。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样的朋友还不止一位。试问在座的各位，谁不想拥有这样的朋友呢？而在出行这一方面，车是一定要打的，哪怕是在打车十分昂贵的日本。在日本4天，他光打车就花掉了大多数人1个月的工资。有1个月他录了一个开箱视频，开箱总价值在30多万。之后他痛定思痛，决定给自己定个小目标，1个月只花10万块。大家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但毫无意外的是，那个月他又花超了，最终花了有17万，真正做到了花钱如流水。仅20出头的卵母细胞申请了 Gap Year， 开始自己创业，不仅开了家网红公司，签了不少美女，还在杭州西湖的边上开了一家酒吧。从以上种种事迹想来，卵母细胞必定是家底殷实，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费和折腾。难不成这又是哪一位巨富大佬的千金前来给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开眼了？可在网友深扒他的履历之后，就感觉有些不太对了。之前也说过，卵母细胞其实很早就已经走红网络了，不过那会儿他还在新加坡留学，10岁就被妈妈送到新加坡上学，想来家境还是可以的。在那一时期，他打造的还不是白富美人设，而是童颜巨乳的清纯萝莉人设。不信你看这个衣服，他是不是又大又偏题了。虽然我们不清楚这种萝莉脸和魔鬼身材究竟是怎么能缝合到一起的，反正当时他靠着这一点成功吸引了一大波粉丝，甚至还火到了台湾，让台湾的一众网友也是直呼正妹很可以。我们也不清楚他为什么后来会改走白富美的人设，但也正是因为这个人设，让网友看出了一丝纰漏。虽然用卵母细胞朋友的话来说，他是个正经的富二代，是真的有钱。虽然他每天在微博买房像买菜，他粉丝也说看他家像是清朝博物馆，但是他微博晒出的房子也确实和普通小区住宅没什么两样，真不太像巨富家庭。但也可能这只是人家众多房产中的一处也说不定。
但之后就有人扒出卵母细胞的100万零花钱的截图其实是 P 的，难道白富美人设就要这么翻车了吗？不过稍后就有知情人士透露，那张图确实是真的，但并不是给她的零花钱，而是另有他用。至于家庭条件嘛，最多算是普通有钱，因为签了公司，所以需要打造白富美的人设。卵母细胞的家境肯定是达不到巨富之家的水平，但比你我有钱肯定是真的。除了豪门千金的人设翻车了之外，顺带翻车的还有她的 P 图和容貌。早期卵母细胞的自拍图都是脸小胸大腰细屁股翘，堪称完美，而且平常发自拍每张脸都有自己的想法，绝对不会出现同款。说实话，课代表在看他这些精修照的时候一直有一个疑问，这真的都是一个人吗？完全看不出相似之处啊。在之后的一个 vlog 则回答了课代表的疑问。在视频截取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胳膊的粗细，要说体重只有100斤以下也太勉强了吧。而别的截图也能够看出其真实身材还是比较敦实的。还有这个侧面，说是虎背熊腰也不为过吧。或许是因为没穿内衣的缘故，她的胸部甚至还有些许下垂，但在她发布的精修图中，虎背熊腰却彻底消失不见了。而在她男朋友发的视频中，她的体态也着实有些一言难尽，以至于有网友猜测卵母细胞的体重可能在120到130斤左右。这时我们再拿她的精修图对比一下，P 图小天才的名号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当然了，她 P 脸也不是没翻过车，这个自拍和他拍就差了有2-3个头。对于 P 图这件事，卵母细胞也很大方的承认了，每个 P 图软件的参数不一样，所以脸才会千奇百怪。别说，人家还挺耿直。除了 P 图外，还有一点经常被拿来讨论的就是他有没有整过容。对此人家也大方承认，说是动刀割了双眼皮，鼻子打了针，种植了发际线。但又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卵母细胞早些年说的是双眼皮是贴出来的。至于鼻子打针这件事，有网友拿出了他整容前和整容后的对比照，效果这么好，真的是只靠打针就能有的吗？不过卵母细胞则对这些质疑不以为意，还霸气回怼，老娘有钱爱整咋了，你有钱你也整啊。其实社会发展到现在，大家已经对 P 图和整容这些事有了极大的包容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可以理解，这些也不能算是什么黑料，有时候大方承认反而会让网友觉得真实不做作，只不过千万不要Hello， 大家好，我是柯代表。在 B 站上曾经有个视频可谓是风靡了整个互联网，那是一个网恋奔现翻车现场的搞笑视频。视频中的2人在决定见面后便一起来到一个宾馆中，女生问男生说：“你觉得我很丑吗？”男生迟疑了一下以后无奈地回答道：“只是和照片相差太多了。”随后女主便说出了那句最为经典的网络流行语：“那我走。”视频中的男生听到这句话后迟疑了一会儿，并没有说话，而是长叹了一口气。女生看到这个反应以后，则开始了哈哈大笑，一切仿佛都在不言之中。视频中的那句“我很丑吗？那我走”也成为了网络上大红的网络流行语，在抖音、快手等平台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话题播放量也是突破了1000万。后来这个视频的女主入驻了抖音，一日之间就涨粉超10万，但是在她的视频下方评论区可就不太正经了，网友们纷纷问她那天到底走没走。哎呀，人家都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还问什么走没走？而视频的女主则是在抖音上发视频回应，虽然网友们在评论区中的留言并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该女主还是非常开朗的微笑着说，如果想要知道答案，之后会专门开个直播，在直播中说明的，谢谢大家的关心。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女主虽然长得确实没有那么国色天香，但是性格却非常的有趣，是一位性格美人。而对于这件事，很多网友都发表了一些看法。有人说真是有够好笑的，自己约的女生含泪都要陪下去。其实在网络上翻车的事情可谓是层出不穷了，而车祸现场的情况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但最过于惨的还得是接下来的这一位小帅哥，在看到自己网恋女友的朋友圈后，小帅哥直接来到了这个酒吧，并且鼓起勇气站到台上，他面对着所有的观众说道：“你在台下吗？我今天看了你的朋友圈，我知道你在明星小站，我不介意你比我大3岁，我也不介意你不是大校本地的，真的，我很喜欢你，请你做我的女朋友好吗，小薇？”说完这段话以后，台下的观众都沸腾了，毕竟这可是以往在电视中才能看到的剧情。
而台上的帅哥在结束了深情表白以后，他期待的左右看了一下，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道黑影往台上走来，小薇出现在了台上，但是在帅哥看到对方的一瞬间，顿时表情凝固住了，他难以置信的轻轻问了一句：“是你吗？”小薇非常高兴的点了点头，而帅哥可就不高兴了呀。虽然因为是在公众场合，他并不能直接翻脸，但是从后续特写他凝重的表情来说，这一段感情估计是很难持续下去了呀。而接下来更是世界名言，我只 P 了一丢丢。在一个粉色的宾馆中，一对初次见面的男女正在对话，男人举着手中的美人照片，难以置信地问面前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女人：“这是你本人吗？”女人很坚定地回答他说：“是呀，就是我本人，难道不像吗？”面对如此自信的回答，男人难以置信地重新看了看照片，带着不确定的语气回答道：“也不能说完全不像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但是男人语气从这里开始变得磕磕绊绊，带着自我怀疑的语气继续说：“你这个照片跟你本人的差距好像有点点大。”对面的女人露出了嫌弃的表情，似乎在怪罪男人少见多怪。她说：“哎呀，就前2天拍的，就用美颜相机 P 了一丢丢。”此倒吸一口凉气，但是心想好歹也是直接聊了好久的朋友，于是安慰着说：“你这一丢丢还蛮不错的。”而最后则又出现了世界名画，女子撩起自己的头发，捧着脸娇羞地问道：“难道我很丑吗？”不是，虽然吧，也说不上丑，但咱就事论事，这女人口中的一丢丢真的是非常难以琢磨。化妆的时候让男友等着，说再让我化妆化一会儿，只差一丢丢了。结果最后该男子在楼下坐了2个小时。就像课代表想要各位订阅的心一样，同样也只有一丢丢的渴望，希望大家能懂。当然，在视频中，男生的表现也非常的温柔，起码没有如其他的一些男人见到网恋对象不如直接想象中那么漂亮就直接翻脸。不过，委婉的拒绝也有很多的学问，每个人的水平都参差不齐。但接下来这位无疑是可以称得上是最强王者的水平了。面对欺骗了自己的女人，他温柔地对她说，自己想要找一个25岁以上的女孩子，因为早在很久之前，算命先生就给他算过，他不能找一个跟他年龄相差5岁以上的。而现在自己比那个女生大了6岁，他们之间是不会幸福的，并且还补充到，其实女生的性格、长相、身材，包括声音，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自己不能不听算命先生的话。听到这话，对面的女生心都要碎掉了。但是他还是做出了最后的挣扎，他委屈地说，其实算命先生就是为了赚你们的钱才这么说的。随着现代网络的出现，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交流交易更有成效。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各种交流平台人山人海，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在当今这个网络飞速发展的年代，太多的人因为生活节奏过于快了，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好好的认识一个人，于是只是通过网络这种虚幻的平台去与其他人接触。也不是说这样不好，因为在世界上也有很多因为网络而结缘，最后真正在一起的情侣。但是我们不能带着幸存者偏差去考量这件事，毕竟根据大数据来说，大多数的人还是通过网络结缘，然后进行网恋，最后奔现发现不合适，最后分手。而更为可怕的是，在这本就很艰难的事情中，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其中去进行诈骗。根据相关的调查，仅去年2020年，中国官方公布出的数据就显示，在这1年间捣毁的网恋欺诈团伙就超过100家，而其中更是有一些组织规模巨大，人数超过了50人。所以网恋其实只是一种相遇方式，在交往过程中要小心网恋诈骗。幸运的是，网络开始实名化，法律也越来越健全，专家提供的防骗秘籍也越来越严密。我们除了不要被对方花言巧语蒙骗外，有金钱。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相信在上次介绍了乔碧罗 2.0 事件之后，大家现在对如今的美颜技术都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而随着美颜翻车事故的频频发生，网友们现在对网络上的各种神仙颜值基本上也已经很难再抱有信任了。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前阵子在美颜欺骗最为泛滥的抖音平台上，也有一位美女网红靠着自己的美貌走红了。喜闻乐见的是，她真容曝光后又成了一起翻车事故。大家是不是和课代表一样，看到这里就放心了？但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位网红在翻车后不仅没有过气，
反而还涨了几十万的粉丝。事情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此前抖音风靡一时的观音仿妆热潮，有何不敢见观音是一个源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梗。借着这个话题，各大美妆博主纷纷把自己化妆成观音的样子来让大家欣赏。而今天的主角西红柿 OVO 就是在这股热潮中最火的仿妆博主之一，下面我们就简称她为西红柿。从西红柿 OVO 网上的照片来看，这个小姐姐五官极具个人特色，美得不似凡人。一弯柳叶吊梢眉，两只带钩狐狸眼，高俊挺翘的鼻子搭配性感的嘴唇，或化身性感魅惑小野猫，或复制粘贴白秀珠的脸，再加上音乐的烘托，整个人的氛围感非常吸引观众。而观音仿妆还算不上西红柿的巅峰之作，西红柿还仿过不少二次元人物的妆容和一些经典电视剧角色的仿妆，无论是川上富江还是白秀珠，她都模仿得十分惊艳出色。据西红柿的公开资料，身高158厘米的她，体重在60至70斤左右，可以说是位颜值身材俱佳的小只漂亮妹子了。就这样，凭着美丽的外表和精湛的仿妆技术，西红柿 OVO 成了抖音上小有名气的网红。走红的她还被社交平台各大营销号转载，一时间人气爆棚。本来西红柿可以安安静静享受着多平台百万粉丝对其舔屏追捧，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外表靓丽的小姐姐最后被她的各路网红小姐妹联合手撕，不仅被扒出人品问题、修图过度的真容，也遭到曝光。最初是一位名叫高长恭的网红，他表示自己过去曾在背后说西红柿的坏话，被西红柿知道后，西红柿追着他狂骂了2天2夜。不过后来西红柿答应，只要高长恭道歉，就不会再扒他的黑料。但最后高长恭道了歉，西红柿也没有放过他，将黑料抖得到处都是，还污蔑高长恭千里送炮300块钱就可以带走，被西红柿挂在了微博首页，遭到他粉丝网暴1年。险些患上抑郁症的高长恭最后忍无可忍，决定站出来揭穿西红柿的真面目。好家伙，虽说一开始是别人先骂的他，但西红柿如果真的造谣污蔑，让粉丝网暴他的话，这行为实在是太出格了。而据高长恭的爆料，西红柿不仅 diss 抖音上其他的网红，甚至连她的好闺蜜简言的坏话都到处讲。曾被西红柿放出丑照羞辱的高长恭，还抛出了西红柿照片进行反击。请问你自己这个身材，怎么好意思说别人的？西红柿的身材是什么样的？No, God, please, no！ 不能说完全不像吧，但只能说是大变活人。虽然确实是同样的角度、同样的妆发，修图后和修图前却好像来自2个次元。高长恭的爆料在网上引起波动后，其他人也纷纷加入铁拳大军，西红柿的修图水平也由此震惊世人。如今这年头，不怕网红有文化，就怕他们 P 得一手好图。上面这几副面孔，你们真的相信都是同一个人吗？反正课代表的和手里的8倍镜都已经傻了。在乔碧罗奶奶之后，西红柿给网友们带来的震惊又达到了一种全新的维度，让大家进一步感受到了如今的照片神功究竟有多么恐怖。一键美颜功能什么的实在是太没水准了，真美颜还得看大师水准的修图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如此绝美的颜值竟都是大刀阔斧 PS 改造后的结果。之前虽然大家都清楚网上的照片是经过一定的美化的，但西红柿她可是在不少视频中露脸过的，并且她出镜时的面貌一直都相差不大，因此她的颜值才会被大家信服。哪知道西红柿可不是普通的小网红，而是万年一出的修图老妖啊！在高长恭打响第一枪后，西红柿的好闺蜜简言以及各路网友都加入了战斗，有人爆出了西红柿未 P 的原视频，看看这个身材应该远远不止70斤吧。而这个他所谓的妈生素颜骨相天然美呢？老实说吧，您是不是各大美容医院的专业修图师啊？微博上的地狱轨道更是罗列了西红柿的10宗罪，什么盗图冒充别人，平时素质极其低下，又骂人又造谣，不讲卫生，喜欢偷用别人东西，接了工商不发广告就算了，还让粉丝网暴金主。此外，他在装同性恋的同时跟男生同居，这哪是什么美少女啊，简直比社会太妹还要坏。然而面对全网潮水般的恶评，西红柿本人倒是显得云淡风轻，一点不惧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他竟然觉得修了这么多的图，辛苦的是自己，还满足了粉丝眼睛，你们有什么好喷的？还自己认领抖音 P 图终结者的title，引导粉丝们带着西红柿的话题参加 P 图大赛。I didn't get it, I was just in awe。不是，这脸皮这么厚，你平时是用什么磨的呀？但不得不说啊，
他的这招也确实是把不少网友的注意力从黑料转移到了 P 图水平上。网友们嘲归嘲，但他的修图水平却还是产生了由衷的佩服。按理说该被锤烂的西红柿，在黑料爆出短短3天后，抖音粉丝竟然反而涨了20万。其实啊，西红柿的修图水平确实非常高超，不少人觉得他完全可以走技术流路线，大大方方展现自己的真实容貌，再靠修图让大家获得视觉享受。网红楚奇就是个很好的典例，他变装前是个秃头大叔的形象，变装后就成了英俊潇洒的古风男神，这样的反差让他收获了不少粉丝。有这样的好技术在身，完全可以靠实力获得更好的人气，根本不用背负这样的骂名的嘛。怎么说呢？就算网络上铺天盖地都是他的负面评价，但西红柿本人他根本一点也不在乎嘛。黑红也是红，这不反倒是涨了不少粉丝，被扒火了还能帮助他带货，美滋滋的很呐。女生适当的修图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过错，西红柿的修图水平也确实非常的不错。但是啊，和美丽的外在相比，内心的善良才应该是人们更为看重的内容。虽然西红柿现在享受到了黑红的流量福利，但有一句话虽迟但到，让你熬过去是我们的错。在黑红之后，西红柿也很有章法地进行过一系列洗白操作。他先是晒出律师函，想要澄清自己人品没问题，然后为了证明自己颜值不低，他又时不时地发一些露脸的视频。但互联网终究是有记忆的，你不是 P 图大师吗？你视频中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帧一帧 P 过的吧？外表的缺陷你能够靠修图来掩饰，可你那糟糕的人品可是怎么美化修饰都无法遮盖的丑陋啊！